金牌随便玩，妈妈有的是，银牌就一块，千万不能碰。要玩找你王浩叔叔，铜牌找你福苑阿姨，他们那都是连号的。相信这个梗大家都听说过。虽然张怡宁本人已经辟过谣，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大魔王张怡宁在球迷心中的地位。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块银牌能够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线拨回到2007年成都女子乒乓球世界杯的决赛现场。本场比赛是由第2代大魔王王楠对战第3代大魔王张怡宁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这应该是张怡宁职业生涯最后一次输球。他和王楠当时既是女双的王牌搭档，又是女单的最强对手，更是在一起睡了7年的好基友，对彼此战术可谓了如指掌，更别提对方有什么技术特点了，就连对方身上有几颗痣，想必都了解得清清楚楚。因此本场比赛对于他们而言，无疑是一场名牌对决，谁的状态更好，谁就是最后的胜者。第一局比赛开始，无需任何试探，双方随即便展开激烈斗法，比分很快来到4-4平。随后经验更加丰富的王楠率先发力，打出一波6-1的攻击波。比赛来到第1局的局点，随着张怡宁接球触网，王楠11-5先下一城。比赛来到第2局的角逐，面对王楠潮水般的进攻，张怡宁意识到和王楠打对攻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，于是拿出了自己的防守绝活，用最强的盾迎接最锋利的矛。在防守这块，张怡宁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1，他们2人一攻一防，比赛打得格外精彩。张怡宁的防守就像一座坚固的城堡，久攻不下的王楠心态逐渐产生了变化，最终以8-11丢掉第2局，大比分来到1-1平。第3局比赛，双方依旧打得水深火热，比分从3-3平一路打到8-8平。随后王楠加强进攻火力，连得3分，一举拿下本局比赛。第4局比赛开始，王楠延续火热手感，开局便以6-1领先。很快张怡宁也调整了过来，双方陷入鏖战。王楠凭借开局积累的领先优势，率先拿到局点。经历了多拍对攻之后，张怡宁接球出界，王楠11-6再下一城，大比分3-1领先。比赛来到王楠的赛点，第5局比赛，张怡宁开局便展开猛烈反击，打出一波5-1的小高潮。王楠很快还以颜色，将比分追至8-8平。关键时刻，王楠还是技高一筹，连得2分。比赛来到王楠的冠军点，随着张怡宁接球出界，王楠大比分3-1战胜张怡宁，赢下个人的第21个世界冠军头衔，加冕女乒世界杯4冠王的荣誉。而张怡宁在这场银牌之战后，彻底化身大魔王，以无敌之姿横扫天下名将，再也没有品尝过失败的滋味。最终因实在找不到对手，在巅峰期无奈选择退役，一代魔王就此退出江湖。最后送一首打油诗给大魔王，他叫张怡宁。握手定输赢，脱金但缺银，演技真不行。横批交给你们了，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互动。你知道巅峰时期的张怡宁有多恐怖吗？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1/4决赛，临开场前，仲裁突然告知张怡宁的球拍不合格，需要更换。可当时张怡宁并没有准备备用拍，队里只能找到一块光板和一块严重缩水的海绵，里里外外粘了12遍胶水，才勉强粘好。红色的那一面几乎没有任何弹性，张怡宁只能拿着这块板上场比赛。我当时真的觉得眼睛都发黑了，我说完了，因为我知道拿那块板上来就要输，因为他那块板跟鞋底一样。
这场比赛，张怡宁的对手是新加坡头号种子冯天薇。冯天薇自小在中国的乒乓球环境中成长，因此他的实力非常强劲。为了不让对手看出自己的球拍有问题，比赛开始后，张怡宁只能采取防守策略，利用防守反击和对手的失误得分，这让张怡宁只能发挥出50%的实力。比赛也因此打得格外焦灼。好球！这个球拉得非常漂亮，比分从7平一直打到11平，这也让冯天薇产生了莫名的自信。他一度认为自己的实力和张怡宁来到五五开。张怡宁是反手发球，正短，反手拉直线，好的，好球！随着两个轻描淡写的得分，张怡宁13比11先下一城。比赛来到第2轮，此时冯天薇终于察觉到张怡宁一直都是用反手击球，于是心生一计，开始主攻张怡宁的正手位。反手手感是真好啊！他反手发力4比分斜线之后再过来正手连接，就感觉有点控球上有点稍微差那么一点点。加力。其实这个球张怡宁已经缓过来了，漂亮，好的，好球！张怡宁可以说如履薄冰啊，着急了。今天张怡宁还是挺着急。就这样，张怡宁连续丢掉4个赛点球，在球底斜拍的疯狂助攻下，冯天薇14比12扳回一城。比赛来到第3轮，第3轮刚开始，张怡宁就凭借强大的硬实力连得3分。毕竟只要他站在场上，大魔王的压迫感就随之而来。虽然冯天薇的攻势依然猛烈，但渐入佳境的张怡宁总能找到破解之策，甚至在比赛中球都被他打裂开了。好的，张怡宁说这个球啊坏了，重新换一个球再试一下。随后冯天薇率先拿到赛点，就当他认为还能延续上一轮的表现时，大魔王微微一笑：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好球！好的，漂亮！好球！最终，张怡宁凭借这块比鞋底还硬的板子，以14比12再下一城。看到这里，不得不佩服张怡宁，他姓张，嚣张的张。第4轮比赛开始，张怡宁逐渐适应了这块鞋底球拍，凭借着他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防守绝学，打得冯天薇那叫一个绝望，胳膊都抽肿了，愣是被张怡宁一球球防了回来。最终，张怡宁12比10拿下第4轮。此时，场边新加坡队的教练彻底慌了。要是赛后球迷们知道张怡宁拿着鞋底球拍赢了冯天薇，他这主教练的位置肯定不保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凭借他的能力到明许多的58同城上找一份好工作还是没问题的。比赛来到张怡宁的赛点，输掉这局就要回家的冯天薇开始了最后的反抗。比赛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，两人一路从6平打到11平。由此可见，冯天薇的实力还是相当可以的。要是换成其他人，张怡宁拿个光板都能轻松拿捏。随着冯天薇接球失误，张怡宁大比分4比1带走比赛。不得不说，大魔王的名号真不是随便叫的。拿着这块只能防守不能进攻的板子，都能把其他国家的头号种子击败，难怪他在职业生涯最巅峰时期选择退役呢，真的是独孤求败。